婚礼前夕，男方家答应的88万8彩礼骤减至8万8。我看着他们家的迷之操作，反手就是一个解除婚约。这破婚你爱跟谁结跟谁结，老娘不伺候了。男朋友指着我的鼻子骂，结婚证都领了，你不嫁给我，你一个30多岁的二婚女能嫁给谁？我呵呵一笑。第3天就跟相亲对象旅行结婚去了。因为彩礼的原因，我跟未来家里吵了一架。第2天本来应该是我俩的婚礼，我却把家门多上了2道防盗锁，然后在民政局门口给未来发了位置共享。哪怕站在民政局前面了，未来都不相信我真的要跟他离婚，他只会觉得我是因为彩礼的事情拿巧。他开着桑塔纳姗姗来迟，走到我面前就开始拉扯我。你也知道我爸妈为了咱俩结婚这是花了多少钱，这个年头挣2毛钱不容易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家呢？这样吧，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，彩礼钱提到10万，你跟他们道个歉，这件事儿就算翻篇了，我差点都要忍不住替他鼓掌叫好了。未来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们一家子心眼这么多呢？谈恋爱的时候主动提出彩礼给88万8，说少1毛都对不起我这个心肝宝贝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不体谅你们家老东西们不容易呢？合着房子我买了，证我领了，你现在给我搞这一套，我他妈找个爱的归宿取悦自己，还给自己取悦出个爱情坟墓了是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爸我妈？未来被我说的掉面儿，周围的人又多了起来。他把手里的烟头朝地上一扔，行，沈军，你有种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一个30多岁的二婚女，离了老子还能找到什么好男人。从民政局出来后，我乳腺顺通，神清气爽。未来被保安拦住，罚了200块钱。他先前随手乱扔烟头，被热心市民拍照上传，并艾特了市民政局，保安早就在门口等着捉他了。我嘲讽地看了他一眼，少长点心眼儿，多长点素质吧。说完，骑上我新买的电驴子，扬长而去。迎面吹来的仿佛不是风，而是我顺畅无阻的下半生。跟未来谈恋爱3年，换来了个登记后闪离。我秒拍离婚证，发送朋友圈大告天下后，一个朋友私信劝我：你都这个年纪了，有啥事儿不能忍忍？彩礼多点少点，你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，还能吃亏了不是？再说了，你家里又不缺这点钱。我看着微信对话框，反手给他一个拉黑删除。这么会劝人，怎么还整天炫耀自己结婚彩礼高，老公家看重？未来家钱不是大风拐来的，我家钱就是了。我现在庆幸自己有一颗无比清醒的反扑大脑，赶在领证前1周交付了房子全款。也没有听未来的软磨硬泡，这2天就去把本来准备作为我嫁妆的奔奔提了。所以我们家除了要跟已经知道婚期的亲戚朋友解释道歉外，损失的不过是一张结婚证而已。离婚后，我快速的给自己做了旅游规划。跟未来在一起多年，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们很少去远的地方旅游，而且每次都是穷游。就这样，我每次都还需要跟他 AA。当然不是因为我恋爱脑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提倡女性独立，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吃喝拉撒全吸未来的血。所以这次我打算把年假休了，出国玩一圈。我爸妈算是90后的父母中的优秀代表了，工作轻松，社保齐全，挣的不少，对子女要求不多。他们对我跟未来离婚这件事儿一直保持的就是尊重的态度。只是我临走时出了点小插曲，单人行变成了双人行。公司同事林一知道我闪离了，跟我说自己家里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外甥，为人老实本分，一直没谈成姑娘，想着让我相相看。沈军啊，你想，咱们确确实实也到了这个年纪了，总要为下半辈子考虑一下吧。你要非说自己有钱不愁，但你也不能天天跟钱抱在一起不是？你就去看看，要是不成，姨绝对不再提半句话。要是成了，记得给姨买双皮鞋穿就行。虽然我不太赞成林姨的说法，这年头抱着钱不比抱着男人香得多，但是我也没想给未来守活寡。无缝衔接不是我渣，而是我牛。都说20而立，30随意，相个亲而已，
老娘都离过婚了，还能吃了亏不成？于是我穿上了我的恨天高战靴，化了个纯欲美人妆去应约了。这一约，直接约到了我的第二春。我跟徐丰年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徐先生，第二句是介意我离过婚吗？第三句是接受履行结婚吗？3杯茶下肚，我回我家拿了户口本，俩人直奔民政局，拍照盖章拿本子，一气呵成。连前2天刚刚接待过我的工作人员都有些恍惚。林一说徐丰年家里是种地的，这点我从他的名字上就看出来了。不过徐丰年自己穿的人模狗样，倒不像是个会干活出力的农民。当然，我确定他作为我第二春的关键原因，是因为他长得不赖，是那种走在路上碰见了，我都能回头再看2眼的程度。而且我今天穿了那么高的鞋子，站在他面前，依旧可以小鸟依人。他捏着户口本，有些紧张问我，这样就行了？你上次领证之后做什么了？还能做什么？回家庆祝，接吻互摸鼓掌3件套。但那是基于我跟未来谈了3年的感情之上，而我跟徐丰年总不能认识第1天就开始没羞没臊吧？咱确实是超前思想的女性，但也不能那么随便啊。于是我回他，还做什么呀？回去收拾行李，今天下午就走。我将徐丰年拉近自己，举起结婚证，快速拍了张照片发送朋友圈，并配文结婚了。而网上翻3天，是我的那个离婚证配文离婚了。若不是已经删除，在网上翻不到半个月，还能看到我的另一本结婚证配文结婚了。底下一群朋友回复666，我知道他们是羡慕了，但是我不点破，因为我已经登机了，头等舱，徐丰年坚持掏钱生的。我哭死，哪怕我财富自由，也只舍得给自己订了张商务舱。下飞机后，我收到了未来的私信，沈军，你能耐了是吧？哪里找的野男人，拍个假结婚证，以为我就能跟你低头了？你做梦！哦豁，忘记把他也拉黑了。我给他回了一句，刚让你长点素质没2天，你就忘了个干干净净。难道不知道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吗？现在跳出来诈尸，是想讹老娘给你送棺材收尸。看到他头顶冒出来的那个对方正在输入，我迅速操作，直接关小黑屋无期徒刑了。徐丰年推着行李走过来，看路被撞到了怎么办？说着一把将我捞向他，而我原先站着的位置多了个奔跑而来的孩子，身后家长跟着不停地用蹩脚的英文道歉。我摆了摆手，没跟一个孩子计较，乖巧地依偎在徐丰年怀里。别说，这一刻我真觉得徐丰年有那么点霸道总裁的味儿。得，林姨这双皮鞋少说也得5位数起步。徐丰年他值这个价。到了酒店，出示完证件后，我们面面相觑，坐在大床房里。我坐床，他坐沙发，2极分化，2相尴尬。开2间房很难吗？还有一句话，如果没钱，我这有我没说出口，怕徐丰年自尊碎了。但徐丰年的解释让我觉得也并非没有道理。他说，结婚证都领了，难不成我们还要各自抱着一本睡？坦诚程度让我觉得我多思考1秒，就是我怕了。于是我很大方地给他让了半张床，当着他的面脱下了我的毛衣。徐丰年慌张地转过头去，耳朵上带了一抹绯红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厚厚的打底衫，这么纯情的吗？你信不信我再脱一层你也什么都看不到？毕竟欧洲这么冷，我下面甚至都套上了秋裤、毛裤加棉裤。我已经32岁了，这个年纪没办法风度到为了取悦他人而做个美丽动人的瓷娃娃。许丰年大概没想到我能这么直接，脸都绿了。想起林姨介绍他时说他老实本分，我突然起了捉弄之心。我站起身来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床上，然后给他表演了一个床东。我是你老婆，占点便宜没毛病吧？说完蜻蜓点水般在他唇上小啄一口，然后迅速起身进淋浴间关门反锁。嘿嘿，只要我脸皮够厚，尴尬就追不上我。我哼着歌，一边揉搓洗澡，一边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小样，还不是给姐姐拿捏得死死的。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，
徐丰年敲了敲玻璃，我抹了把泡沫问他怎么了。徐丰年支支吾吾，玻璃是透明的，我擦。手忙脚乱中，我差点滑倒在浴室，也顺便看清了墙上的百叶窗开关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下开关，果然人欢无好事。上一秒我还在嘲笑徐丰年被我打嘴炮占便宜，下一秒就被他看了个精光。这下我也没了搓澡的乐趣，拿进来的微性感睡衣也没脸穿了。我套上了秋衣秋裤，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甚至想把脸也伸进衣服里去遮起来。出了浴室后，徐丰年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涨红的脸无比清晰地说明了，哪怕他自戳双目，我光溜溜的平板也已经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实。等他洗澡出来，我早就睡着了。不管真睡假睡，反正天亮之前我是不可能再睁眼了。作为一个脸面永远比粉底厚的90后，良好的心态就是，哪怕昨天晚上社死程度可以让我直接钻地缝，今天我依旧可以笑着跟徐丰年说早安。徐丰年穿着一身运动装，应该是晨练回来。没想到你们种地的也这么自律，他听我说话明显愣怔了一下，不过也没解释，只说附近我踩好点了，你要是想吃简餐，酒店对面就有一家三明治做很不错的快餐店，要是想吃的精致一些，你可以再补1个小时觉。那家网红打卡餐厅10点开门营业，我忍不住给他比了个赞。牛啊，徐先生，晨练途中都能将用餐问题解决好，说明他平时就是一个极有规划的人。不像之前我跟未来一起出去，从来都是我做攻略，他跟着吃喝。不提了，越提越觉得自己从前确实有些恋爱脑。还好刀子够锋利，一斩即断。那我们就去吃网红餐厅。说完我又补充，我们 AAA。 徐丰年皱了皱眉头，我并没有让女性掏钱的习惯，更何况是自己老婆。我收拾完跟着他下楼，忍不住问了句，现在种地挣钱很多吗？徐丰年扶额回头，到底是哪个小道消息告诉你我是种地的？你舅妈。徐丰年跟我解释，他们家确实有地，但是在山上。准确来说，徐丰年家有一片山头，山上种的是各种水果，山下是牧场，养了几千来头牛羊。那一片还被划成了庄园农场，吸引了不少游客，所以徐丰年家算是地主来着。我一听他有钱，点餐时都来了底气，一份白烩小牛肉，一份马赛鱼汤，再来一份奶酪舒芙蕾，谢谢。徐丰年也看着点了几样，给了小费后，服务员服务更热情了。等吃完饭，我们计划着去滑雪。之后几天，我们去了威尼斯水城，去了凯旋门，还去了埃菲尔铁塔以及巴黎圣母院。我们在黄昏下拥抱，在海边接吻，然后在我爸妈以及他爸妈的强烈要求下，提前回国了。两家人想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婚礼事宜。我们家这边大概要70-80口人，如果场地宽敞，至少应该留10桌给我们。我爸率先提出要求，徐爸爸不甘落后，这个没问题，到时候可以直接来我们家里办，放个70-80桌都没有问题。我爸忍不住笑了，兄弟怎么还吹牛呢？徐爸爸怒了，兄弟怎么还瞧不起人？这事儿怪我，是我先入为主，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，就给我爸妈说了，他们这辈子的第2个女婿也是个穷光蛋。所以我爸甚至都认为徐爸爸是想把桌摆在徐家的庄稼地里。等我跟徐丰年跟两边各自解释了一番，事情才得以收场。不然以2位爸爸护自家独子的情况来看，不排除打起来的可能。爸，我跟丰年商量了，因为我们算是提前度过了蜜月，对婚礼形式也不是很看重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婚礼从简，甚至也可以不办。2位爸爸带妈妈同时开口反驳，这怎么能行？最终两相折中，婚礼必须要举行，两边参与人数不会过100，剩下的亲戚朋友各自在私下请一请就行了。巧的是，徐丰年准备的婚房恰好跟我的在同一个小区。我下了车往家走，看到门口的未来时，想都不想就要掉头回去。阿军，他们说你又要举行婚礼了，是假的对不对？我们之间那么长的感情。不等他说完，我赶紧打断，那么长的感情当我喂了狗。
屎拉头顶了你才闻着臭，不嫌又晚又恶心。未来崩溃道：我不相信，掏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。我的家，凭什么我要躲着他？看到未来想要跟着我进来，我连忙将他往后推了一把。私闯民宅可是要判刑的，你考虑清楚。未来没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当着他的面都摁地把门摔上，都恨不得把他变成一个大逼斗甩他脸上。不过常言说了，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。像未来这种人，过条河都恨不得捧着蛋，他不至于敢对我动手动脚。但是架不住他要是整天来骚扰我，我就没什么安生日子可过了。于是一进屋，我连忙给徐丰年发消息，先别销假，我明天往你那班。他甚至都没问为什么，只回了一个好字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这也有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。我找了小区物业，迅速将房子挂了出去，住是住不上了，租出去我还能当着包租婆。我连夜打包了自己的东西，就等着明天直接搬走。第二天，徐丰年看着我家客厅里的10几个大箱子，傻了眼。你这是去扫荡专柜了？我将露出一角的某箱包包使劲往下塞了塞。嘿嘿，都是存货。徐丰年若有所思，那看来还得给你定制一间专门的衣帽间。徐丰年一趟一趟往下搬东西，最后一趟我锁好门，跟着他往下走。一开电梯门，又跟未来碰上了。知道他最近可能会阴魂不散，但也没想到他这么早就来蹲点抓我。为了躲他，我特地叫徐丰年不到7点就过来了。不是，这物业怎么回事？随随便便就将陌生人放进小区。未来红着眼指着徐丰年质问我，他是谁？我挽着徐丰年的胳膊，刺激他道：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先生徐丰年。然后我刚要向徐丰年介绍未来，却见他将箱子放在地上，主动握了握未来的手。我知道你，魏先生，还得感谢你的放取之恩，才能让我遇到沈君这么好的妻子。未来最近一直不肯相信我是真的跟他分手，还以为稍微哄哄我，我就能屁颠屁颠回去。他以为徐丰年不过是我找来演戏的，直到我们的共同圈子里都在传我的婚讯，他才急了眼。听说未来在我这受了刺激，回家之后一直萎靡不振，还冲他妈发了老大的火。他觉得要不是他妈给他出了歪主意，非说我已经跟他领证了，不给彩礼都跑不了，我们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。可他也不想想，要不是他心里也默认了他妈的想法，怎么可能毫不犹豫的就照办了？未来他妈后来还找上门来，在我公司门口说我不检点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快找到下家。我摊了摊手回他，没办法，确实是有点子吸引力在身上。有时间来骚扰我，还不如劝劝你那二婚的儿子，最好能快点找到个不求房子还不要彩礼的傻叉，最好不要出来祸害别人了。销假那天，我拎着从巴黎买的限定皮鞋送给林姨。林姨，你就是我的再生月老，请受小妹一拜。林姨收了礼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下次再离婚，姨还能给你介绍。好家伙，为了皮鞋，真的是啥话都敢说。徐丰年自己经营着一家游戏公司，时间自由。我下班回家后，看着他在厨房里给刚做完的饭菜摆盘，感叹道：这以后有了孩子，估计接送还有吃饭问题我都不用愁了。那是得考虑考虑孩子什么时候生合适。我看着他一步一步往我这走来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磕巴道：神，什么时候合适？徐丰年把我抵在沙发上，10月份怎么样？不冷不热，坐月子也舒服。现在是12月份，要是想来年10月生孩子，那不得从今晚就得开启造人计划。想不到徐丰年这个人腹黑起来尺度也挺大的腰。我手撑在他的胸膛上画了2圈，今晚不行，等我方案制定出来了再说。第二天，徐丰年看着我做的林林总总18页的 PPT 陷入了沉思。他说：我们确定只是要一个孩子对吧？门铃被敲响，我屁颠颠去开门。门口外卖小哥呲着8颗大牙：你好，沈女士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我拎着药袋子往回走。徐丰年不明所以：你生病了？我摇了摇头，然后他有点不确定地指了指自己：那是我生病了。我气得拍打他一下，然后将袋子里的东西一一掏出来：辅酶 Q10、西多维、RTG 深海鱼油、叶黄素、
DHA 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各吃1粒，科学备孕，爱护暖暖跟抖抖徐丰年扶额，我趁热打铁。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定要滴酒不沾哦。然后我狐疑的在他身边闻来闻去，你不抽烟吧？哦，见我眼神犀利，他立马举起右手发誓，真的很少，要不然这么久了你还能察觉不到，这倒也很对。晚上睡觉，他贴在我身后，摸索着我的秋裤，摸了差不多有5分钟，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声音嗡嗡的，像是很委屈。老婆，你柜子里那么多睡衣不穿，干嘛老穿这起静电的破秋裤？许丰年问过我当初跟未来离婚的原因，我跟他说，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买不起华阳的房子，所以直到结婚前夕，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提出来要他负担买房。至于外面传的我是贪图他们家彩礼，可以这么说，是也不是。我贪图的是他给我的承诺，恶心的是他对我的耍弄。来往不逢人，善恶都是我。我确实是因为88万8的彩礼选择离婚，但我真正在意的是，他们不是不能给，而是不想给。我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若是他们觉得一张结婚证就可以拿捏我，那我也可以分分钟让他们看见。不可能，在未来那里得不到东西并非是我没有的，所以他算什么必需品，还得要我笑着承受他们的侮辱。婚礼举行那天，我吐了，不是感官上的呕吐，是生理原因导致的。被徐丰年抱着往医院跑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幸亏婚礼见证人数一减再减，要不然我就是全华阳市结婚当天最出彩的新娘子了。好好的婚礼，鲜花 T 台，水晶吊坠，所见之处到处是我的呕吐物。我怀孕了，准备的18页 app 跟大几千的保养品半点没用上，两家长辈可喜可贺，我嚎啕大哭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我捶打着徐丰年，都怪你，嘴巴开光了，我要当妈了，我怎么就当妈了呢？怀孕后，我几乎成了全家的宝贝蛋。徐丰年甚至将家里的边边角角全都贴上了防撞条。我婆婆每个星期给我们送3次饭，我妈送2次，双休我们2家各跑1次。时间长了，我觉得我怀孕最难受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徐丰年，一个30多岁的正常男性，成家立业，刚开了婚，最后因为一颗受精卵止步不前了。他每晚都要搂着我叹息好久，然后猛然从床上爬起来跑去冲凉。日渐憔悴的不仅是我，还有他。徐丰年的手指骨骼分明，落在我身上就好像要雕刻什么艺术品。他隐忍的声音不断传出来，我抬起手握住了他。医生说过了3个月可以适当，后面的话根本不允许我说出口。他急促的呼吸带动着我一步一步。孕8个月的时候，我开始休产假。徐丰年也尽量不出去应酬，下了班准点到家，偶尔晚回来了，肯定是去排队买我最喜欢吃的甜品去了。我看着徐丰年带着围裙整理卫生，突然想到我们之间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像其他快餐男女那样的拉扯，没有过多暧昧，倒像是沉寂多年的老夫老妻。他包容我的过去，尊敬我的现在，还同我一起畅想未来。我轻轻走过去，从身后环住他，因为肚子太大，所以我的手只能勉强抓住他两边的衣角。我的头轻轻靠在他后背上。徐丰年停住手，偏过头问我怎么了。我们好像过得太快了点。他转过身来，坚定地望着我，没有很快。我3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对你有好感。当时我路过你们公司，舅舅托我给舅妈带点东西。你从公司走出来，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终于明白了白月光的杀伤力为什么那么大。因为你就像个仙女闯入我的视线，可是我眼睁睁看着仙女瞎了眼，跟着王八蛋跑了，我又气又笑又感动。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这些？徐丰年抬起头颅，高傲地说，我才不要做那种整天把爱跟喜欢挂在嘴边，到了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男人。未来死去的前任爬出来对你说了声谢谢，那怎么就这要巧，你舅妈刚好把我介绍给你。虽然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但是当徐丰年亲口说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笑开了花。
嘴角压了一整天都落不下去。他说，你发朋友圈那天我刚好在舅舅家吃饭，林姨收拾完桌子坐在沙发上扒拉了两下手机，突然说，现在的小年轻真是太冲动了，我们公司那个长得顶顶好看的小姑娘你们应该知道，叫沈君，刚跟男朋友领了证，计划结婚，前2天还美得哟，今天突然就离婚了。那时候徐丰年削苹果的刀子都掉到地上去了，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于是当着自己爸妈以及舅舅的面央求林姨让我俩相个亲。金秋10月，徐之让出生了。由于后期我吃甜食有些太没节制，导致徐之让太大顺不下来，临时换的手术是顺转袍。后来我回忆起这天的时候，想到的只有徐之让被拽出来后放到我胸前紧贴着我的温热感。而徐丰年说，我想起来的只有手术室里你的惨叫，因为是紧急剖腹产，根本来不及加重麻药，所以我几乎是保留了所有的感知，说不疼都是骗人的。我们家4位老头老太太都对徐之让这个金孙儿爱不释手，只有徐丰年可不喜欢小时候的徐之让了。哪怕徐之让不吵不闹，只要我一喊伤口疼，徐之让绝对会收获一枚来自亲爹的白眼儿。等我肚子上的疤痕长好，渐渐淡去，徐丰年才开始觉得徐之让顺眼。徐丰年睡觉前习惯性摸一摸我肚子上的刀疤，然后亲亲我的耳朵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后来听腻了，反手啪一声拍在他脸上，你能不能行？不能行就滚。徐之让3岁这年开始向我们展示出他狗都嫌的性格。袜子穿得好好的，不过10分钟就穿一只丢一只了。丢的那只不是在我的洗脸盆里，就是在徐丰年的水杯里。于是我们家整天不是徐之让的嚎叫声，就是徐丰年的那句，要不是你妈。徐之让7岁那年，我去给他开家长会，回家后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黑着脸不说话，爷俩一大一小蹲在我面前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啪地将手里的作业扔在桌子上。徐之让，带了你狗胆了，居然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。徐丰年拿起作业看了几行就开始发出爆笑，因为徐之让写的是我的爸爸无所不能，像个超人，但是爸爸很怕妈妈。小杰跟我说他的爸爸也怕妈妈，因为妈妈是母老户。我问他什么叫母老户，小杰说妈妈们不讲理，就是母老户那字写了不少，一半是拼音，剩下的四仰八叉。这次家长会，我跟小杰的妈妈2个人全程如坐针毡，恨不得刨个坑将自己埋进去。徐丰年拍了拍徐之让的肩膀，儿子，你说错了，爸爸不是怕妈妈，而是爱妈妈。可是妈妈确实蛮不讲理啊。徐之让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一脸天真与不解，我差点被气死。晚上睡觉，徐之让被我连枕头带被子一起打包扔到了儿童房，他在外面拍门抗议。我大声对他说，你个胆小鬼，都7岁了还要跟妈妈一起睡，长大了不但要怕老婆，还要怕黑。不对，你这么胆小，不会有老婆要你的。剩下徐丰年在我身边一边笑一边安慰我。我指着他鼻子骂，好啊，徐丰年，7年之痒都过了，你是不是开始嫌弃我了？你信不信我让你跟你儿子一样被撵出去？徐丰年紧紧抱着我的腰，说什么呢，老婆？我觉得你将徐之让撵出去的行为十分正确。而后徐丰年用1晚上的身体力行向我解释了什么叫做非常正确。我跟徐丰年结婚8年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非常契合的。我不需要在婚姻关系中讨好或者迎合另一半，我经常说的是我要，而并非我想要，是因为我知道，但凡是我说出口的，都能够得到徐丰年的回应。我跟徐丰年拖着行李箱在机场大厅跟家里人告别，徐之让正被我爸抱在怀里，冲我们尔康手呐喊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我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忍心抛下我去旅游。我无奈冲我妈跟我婆婆说，妈，以后少给徐之让看些乱七八糟的视频。而徐丰年则冲着徐之让比了比拳头，你小子给我在家安分点，你妈跟我结婚10年，9年的时间给了你，
你现在大了，要学会自主独立，不要整天妈来妈去缠着我老婆。直到上了飞机，许丰年才舒了口气，可算是摆脱小鬼头了。我们乘风破浪，在时间里自由伸展。我在旅途中记录了自己的爱情，有人或许会觉得这太过平淡。我想说，轰轰烈烈最终都会归于平淡。许丰年偏过头看向我，你说什么？我猜应该是风太大，他没听清。于是我将双手放在嘴边，冲着大海喊道：我说，谢谢你，徐先生。他莞尔笑着，即便没有回应，我也知道他肯定想说没关系，我爱你。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，我们的故事一直都是未完待续。全剧终。